让开，滚！猛虎商会会长秦破军，我想起来了，秦会长，这桥马上就塌了，您过去就是死路一条啊！什么桥塌？天海大桥可是100年大桥，是天海的骄傲。专家都说了，这桥至少还能用100年。看看你小子是不想赔车钱吧？年轻人，简直不叫天高地厚，信口开河。你以为是预言家吗？看来秦会长不相信我。我不但知道天海大桥要塌了，我还知道你的肠胃有问题。我劝你还是好好回去检查一下吧，可别有钱挣没命花。叶天，秦会长可是天海的地上皇帝，你得罪了他，10条命都不够你死的，你赶紧给他道歉。诗涵，我这是为他好。秦会长，您还是好好回去检查一下吧，记得找几个专家好好检查一下肠胃，免得容易发作，容易猝死。放肆！我秦破军这2年安心做生意，你以为我们武生会是吃素的，敢咒我处死？来人，给小朋友上课。等等，秦会长，不好意思啊，咱们有事好商量吗？好商量？他是个好样子吗？啊！桥真的塌了？这到底怎么一回事？这怎么可能？秦会长，你现在有点相信我说的话了。你要是相信我说的话，赶紧回去好好检查身体吧。诗涵，我们走。再不是小兄弟把完住，我的命就没了。队长，你们太不负责任了，让直系亲属来医院做配型。你是谁？跟病人一点血缘关系都没有。什么意思啊，医生？病人是我女儿，怎么会没有血缘关系呢？医生，咱们出去说。等一下，医生，你是不是搞错了？我怎么会搞错了？还没看明白吗？女儿不是你亲生的，有事情你们自己说清楚，不要耽误我时间啊！窝囊废！哎，医生，医生，老婆，刚才医生什么意思啊？没错，你不但窝囊，还蠢，你就真会回家。没错，女儿确实不是你的，是陈潇、陈少的。这个窝囊废，你敢打我姐？还你了！当年要不是怀了陈少的女儿，你以为我会嫁给你？能帮陈少养女儿，已经是你祖宗18代的荣幸了，蹬鼻子上脸了。许莎莎，为什么我对你一片真心，而陈潇他就是个花花大少，而你宁愿给他生孩子？陈潇也是你这个废物能直接叫的？你得叫陈少，听见没有？陈少。许莎莎，既然你一直看不起我，那你当年为什么要救我？救你？我什么时候救过这个窝囊废？那你手上的玉佩是什么？你说这个是当年蒋诗涵那个蠢女人送我的。诗涵，当年是诗涵救的我。妈咪，奶奶救救我！把手给我。谢谢你救了我。下次小心点。蒋诗涵，姐，是你那个得罪了汤家大少，然后被汤少搞得家破人亡的闺蜜？是呀，当年汤少想玩她，她居然不答应，说什么已经有了心上人了，结果，你们不许侮辱他！侮辱他？啊，他说的心上人，该不会就是你吧？为了你这种货色，拒绝汤大少，真是个大傻子。一大傻子，一个绿毛龟，你俩还真是绝配呀！啊！怎么，心脏病犯了，要死了？来，吃庆祝，这个玉佩送给你，你就留着，好好回忆那个蠢女。诗涵，我认错了人，这辈子我对不起你。如果能重来一次，我一定好好珍惜你。
1998年，我回到了结婚那一天，我重生了。许莎莎，许家，这辈子我一定不会放过你。我重生了，许莎莎，许家，这辈子我一定不会放过你。蒋诗涵，当年汤少想玩他，他居然不答应。不许侮辱他！诗涵，这一世我一定好好守护你。怎么回事？快下去看看。你小子找死啊！过马路不会看一下？我要不是刹车刹得快，我把你撞死了。明明是你严重超速，差点把我撞了，你不给我道歉，还倒打一耙。给你道歉？你是什么东西？你知道这是谁的车吗？这是天海市首富张家家主张天豪的车。小兄弟，你没事吧？我着急去谈生意。天海市首富张天豪，我记得就是我结婚那年，张天豪发生车祸，随后豪车爆炸，他和司机一起被烧死了。新闻追踪报道了好几天，实在不好意思呀。小兄弟，你这是去结婚啊？实在不好意思，耽误你了。去找辆车送新郎去婚礼现场。不用了，张总，我自己过去。哦，对了，张总，我看你人还不错，我给你提个醒，一会儿你们走到下个路口的时候，千万不要右转抄近路，一定要直行走大路，这样你们才安全，知道吗？什么意思？如果你们不听我的右转了，那你们撞车了以后，一定要迅速下车，离车远一点，这样也许能保住你们的命。你小子真的是找死啊！我家主都给你道过歉了，你还敢在这里咒他啊？张总，你要是不想英年早逝的话，就按我说的做。哼，年轻人不知道天高地厚，像你这样装神弄鬼的，我张天豪见得多了，以后不要让我再看见你。我们走。张天豪，该说的我已经说了，如果你还是不相信，那就说明你命里就该有此一劫。叶天，你死哪儿去了？再给你10分钟，你再不来，我就让人把你妈赶出去。这婚就别结了。跟你结婚，上辈子我就是被你们许家吸干了血，结果这是个接盘侠。这一世，我要让你们许家通通都给我付出代价。你说什么新郎怎么还没来？对呀，怎么还不来呀？叶天，你怎么才来啊？莎莎都有点等得不高兴了，你等会儿小心点啊。没事。叶天，你这是怎么搞的？妈，路上被车撞，没事，我先过去啊。哎呦，亲家母，孩子到齐了，我们走流程吧。哎，等等等等，我们家呀商量了一下，你们给的那彩礼啊太少了。今天呢，您再拿出20万彩礼来，否则这婚就别结了。老板，咱们是直行还是右转？你还真信刚那个家伙的鬼话啊？当然是右转了。好。小心！这小子怎么开车的？老板，你先坐车上别动，我先报警。如果你们不听我的右转了，那你们撞车以后一定要迅速下车，离车远一点。快下车！还真让他说中了。快去给我查一下刚才那个小兄弟在哪儿。他今天结婚肯定是在某个酒店，我要去报答我的救命恩人。亲家母，之前说的彩礼8万8，不是都已经给了吗？怎么突然加价20万这么多？多什么多呀？20万还多？既然这么穷，还结什么婚呀？我告诉你呀，我们家莎莎呀，可是如花似玉的黄花大闺女，想娶她的人呀，可多了是了。如果今天你们拿不出这钱呀，就趁早呀给我滚蛋！如果今天你们拿不出这钱呀，就趁早呀给我滚蛋！上辈子我还是找诗涵借的钱才把这20万彩礼凑齐，就是为了和许莎莎这个贱人结婚，真是太蠢了。亲家母，你看今天是孩子的大好日子，要不我们先把流程走完吧？彩礼钱
我们回去再商量商量，行不行？回去商量，到时候你们家耍无赖不给的话，我找谁要去？就是老太婆，你们一家子穷鬼，当着菜市场呢讨价还价啊，真是不知好歹。叶天要不是娶了我姐，你们这群乡巴佬也配进我们家门？许强，你嘴巴给我放干净点！怎么？我说的不对吗？来，你让大伙看看啊！你身上这脏的跟个要饭的一样，也好意思结婚？丢不丢人啊？叶天，我告诉你，今天你要是掏不出20万彩礼，就别想娶走我姐。你还好意思说呢？啊！婚房的首付15万我们家掏的，婚礼的总开支10万也是我们家掏的。之前谈好的彩礼8万8，我们家咬着牙东拼西凑也拿出来，现在又要加彩礼20万，你们许家还真是吸血鬼。姓叶的，你别给脸不要脸了！你能娶我，已经是你们家8辈子修来的福气了。外面想娶我的人多了去了，别说是20万彩礼，就是50万、100万，也有的是人愿意出。许莎莎，那你去找愿意出的人。我告诉你，今天这婚，老子不结了！今天这婚，老子不结了！儿子，你不要冲动，别冲动。亲家母，莎莎，这20万我出。妈，我们家的情况你们也知道的，这20万这么多，我一时半会儿真的拿不出来。亲家母，要不先让孩子把婚结了吧？20万我给你，不行了，我把家里老房卖了，也给你凑齐送去，好不好？这是我今天卖纸板的钱，你先收着。哎呦，就这么点钱，你是要饭要来的吧？哎，老太婆，哪有打发谁呢？当我们家和你们家一样啊！滚开！许强，你找死！家主，查到了，他叫叶天，今天在金辉大酒店结婚，新娘叫许莎莎。好，去准备礼物。我张氏集团价值1000万的合作书1份，江滨1号的别墅也给他登记一套，还有我保险柜里那条价值500万的项链也带上，跟我去给我的恩人庆婚。哎，家主，这3样东西加起来价值可超过3000万了，这也太贵重了，我觉得有这个必要吗？哼，给的少了，岂不是说我张天豪的命不值钱？还有像叶兄弟预言如此准确的人，难道不值得结交？你赶紧去准备吧，我们马上出发。好。怎么着？你个窝囊废想打人不成？你动我个试试，信不信老子把你腿打断？疼！上辈子对你们一忍再忍，最后全他妈是白养。这辈子你们这些王八蛋，我一个都不会放过。够了，叶天，你快放开我弟弟！我弟弟他说的有错吧？啊，你们家没钱还想娶我？这20万彩礼只是看看你们的诚意，连这点诚意都没有，还想让我和你结婚，给你生孩子？许莎莎，你还有脸提孩子？我之前怎么没发现你这么恶心？我真是瞎了眼！你肚子里的孩子是我的吗？啊！我告诉你，别说20万，就是2毛钱，我也不会给你。就是2毛钱，我也不会给你。野天，你别太激动了。莎莎，你们再怎么逼他，他一时半会儿也拿不出来这些钱啊。再说了，今天本来就是大喜的日子，就别为难他了。张志涵，你是我闺女吗？你竟然帮这个废物说话！要不这20万你来出。叶天，如果你真的需要的话，这些年我也存了点钱，我可以借给你的。诗涵，上辈子就是诗涵最后借了我钱，真蠢！这么好的女孩在我身边，可我却熟视无睹，反而爱上许莎莎这种贱人。诗涵，我亏欠你太多了，这辈子一定要让你成为全世界最幸福的女人。家主，这就是叶先生的婚礼现场。好，都给我打起精神来，为我的恩人庆贺新婚。是。叶天，这些年我也存了点钱。诗涵，不用借钱给我，是不会拿你的钱娶这种贱人。好啊，叶天，你个混蛋，你竟然说我是贱人！江诗涵，你眼光可真够好的啊！这种穷光蛋你都能看得上。行，我今天就把你送我这个破玉佩还给你。
诗涵，这个玉佩是你的？是我从小戴在身上的。之前莎莎说喜欢，就非要我送给她。诗涵，嫁给我，好吗？叶天，你个混蛋，你干什么呢？诗涵，是我认错人了，真正想爱的人是你。我发誓，我一定会对你好的，我会让你成为这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，好吗？好，我答应你。先起来。叶天，你敢当着我的面出轨，真是婊子配狗，天长地久。今天这个婚你不想结，可以，那彩礼钱你别想要回来了。还有，你那套房子现在也归我了，我们家要留给我弟弟结婚用。还有，你得赔我100万的精神损失费。100万？你疯了吗？你就算出去卖也不值这个钱，还想吞我的彩礼和我的房子？不出1个星期，会让你们跪着，全都给我还回来！没钱还嘴硬，老子早就看你个穷逼不顺眼了。这100万你必须给，别说没钱，要说没钱，今天我就把你和你妈的狗腿打断！我看谁敢乱动！是谁说张先生没钱的？张氏集团带着价值3000万的贺礼，恭贺叶先生新婚快乐！我看谁敢乱动！是谁说张先生没钱的？张氏集团带着价值3000万的贺礼，恭贺叶先生新婚快乐！你们谁呀？谁让你们进来的？闭嘴！张家办事哪有你说话的份儿？叶先生，感谢你救我一命呀！听说你今天大婚，我特地前来奉上贺礼。第一件礼物，价值500万的极品钻石项链，全球只有10件。第二件礼物，这是江滨1号的别墅1套，已经登记在你名下了。第三件礼物，这是我张氏集团价值1000万的合同书1份，叶先生一定收下呀。张总，心意我领，礼物就不用了。我说叶天呀，你是从哪儿请来这么多演员？戏演的可真好啊！你礼物怎么不要？是不是怕露馅啊？你们都看看呀，这价值500万的项链，江滨1号的豪华别墅，还有张氏集团的签万合作书，这加在一起得价值3000万了吧？我说你还真是个没见识的窝囊废啊！连吹牛都吹得这么假，谁能信啊？吹牛都吹得这么假，谁能信啊？就是一个连20万都拿不出来的乡巴佬，这请了一群演员，就真以为自己是大富豪了。你可真是要笑死人呀！还张家家主，人什么大人物能给你叶天送礼？我说你有请演员的钱，不如好好看看脑子。放肆！你敢在我张天豪的面前羞辱我的救命恩人，你是想死吗？叶兄弟，这是我的一片心意，我这个人向来有恩必报，你就收下这些礼物。张总，我不缺钱，礼物就不用了，但你欠我一个人情，等我需要的时候，我会去找你的。重生一世赚钱对我来说太容易了。张天豪很有权势，他的人情我得留着保护诗涵，对付那个汤家大少。好，我就欠你一个人情，等你需要时，我必竭尽所能出手相助。嘿，别走啊，来接着演啊！你们给我记住，欠我的，我会让你们一一给我还回来。啊，诗涵，我们走。嘿，你个穷逼，你装什么大尾巴狼啊？这事情有古怪啊！你们说这个叶天该不会真的救了什么大人物，要一飞冲天了？这个叶天该不会真的救了什么大人物，要一飞冲天了？啊，是啊，姐，这几个人真的是他请的临时演员？我看着还挺有气势的。这叶天这个废物，我最清楚，他这个乡巴佬亲戚全是底层人，怎么可能认识张天豪这种大人物？肯定都是他请的演员。我姐说的对，那些礼物加起来3000多万，他能不要？他最后肯定是怕露馅，才说什么不要礼物，赶紧让那群人走了。这个废物竟敢找人演戏来吓唬我们！这100万的分手费，他们家就算卖血、卖肾、卖房子，也得给我拿出来！对，炸
干他的血，把钱给他要回来。电话。喂，陈少，人家想你了，有个废物需要你帮我解决一下。啊，你在帝豪酒吧看球啊？人家这就过来。叶天，刚才你太冲动了，许家可不是好惹的，而且刚才那些人到底是谁啊？史涵，刚才那个人确实是天海首富张天豪，你放心，我们不用怕许家，有我在，不会让任何人伤害到你的。汤家可比许家难对付多了，没钱没势可无法对付汤家。我现在必须尽快赚钱，赚到大钱。今年是1998年，世界杯决赛爆大冷门，法国3-0完胜巴西，国际原油市场剧烈动荡，天海拍卖会赝品花瓶平底镜藏有众码，这么多赚钱的机会，汤家一定会把你们踩在脚下。第一桶金就从买球开始吧。叶天，你要买球赚钱啊？这种地方真的能买世界杯吗？会不会有危险啊？石涵，放心，这帝豪酒吧背后有大老板，绝对安全。今天就看我怎么赢钱吧。哎，叶天，你来这里干嘛？你别告诉我，你也是来买球的。奸夫淫妇，一转眼就勾搭在一起了，是吧？这一世我要让你们全都身败名裂，倾家荡产。我今天就是来买球的，怎么，只许你们来，不许我来啊？你这个穷屌丝也想买球？你想一夜暴富啊？你这狗东西有那个命吗你？哦，你不会就是那个连彩礼钱都凑不出来的废物吧？你也配来这儿啊你？我们来哪儿跟你们有什么关系？别在这儿碍眼。我说，怎么你这废物身边还能有这么好看的美女啊？我跟你说啊，世界杯的水可深着呢。你要是想买球，跟他这种废物可挣不了钱。想买，我来指导你啊。我今天就是来赢钱，不好意思，让开。你好，来2万块钱这场比赛，法国3-0赢巴西。你好，来2万块钱这场比赛，法国3-0赢巴西。什么？小兄弟，你说你要花2万块钱买法国赢巴西？齐达内带领的法国队3-0打爆了有全明星的巴西队，外星人罗纳尔多甚至1球都没进，这可是当年的一个大冷门啊！没错，买法国3-0赢巴西，赔率多少？小兄弟，你可不要被这场比赛25倍的倍率给骗了。我告诉你，法国就赢不了巴西，更何况3-0。你这2万块钱啊，肯定都打水漂了。不是，等一下，你小子还真买法国3-0巴西呀？不是，你懂不懂足球啊你啊？先不说法国能不能进3个球，罗纳尔多1个球都不进。是你不懂足球吧？我就觉得法国能赢巴西，而且是3-0赢。你这个废物还敢瞧不起我啊！我可是天海的小赌神，股票我都玩得转，买个球那么简单啊！别在我面前装逼啊！有本事跟我来赌一场，让我好好给你上一课。跟我一个重生者打赌，输不死你。行啊，你说怎么玩？你不是觉得法国能赢吗？我反着买，我买巴西赢。你要是输了，就跪在地上给我磕头，叫我3声爸爸，你敢不敢？这有什么不敢的？不过你这彩头太小了，我要是赢了，你不光要跪下喊我爸爸，而且我赢多少钱，你要10倍赔偿。你敢接吗？操！老子还怕了你啊！说你输了怎么办啊？你一个穷小子拿得出来那么多钱吗？哎，要不然这样，你要是输了，把这位美女送到我的床上来，怎么样啊？陈潇，找死！陈潇，你找死！怎么，你这个废物怂了？怂了就赶紧给陈少跪下磕头道歉，然后像狗一样爬出去。垃圾就该待在垃圾堆里，这儿不是你该来的地方。许莎莎，你们有必要这么欺负人吗？欺负人？哎，是这小子他先装逼的啊，只不过现在被我逼出原形了而已。怎么，
你要是不敢赌，就赶紧跪下磕头叫爸爸，然后给我滚蛋！滚蛋！叶天，你有把握能赢场面的？这场球我赢定了，但我不能拿你当赌注呀。好，那就跟他们，就按你们刚才说的，输了跪下道歉，然后10倍赔偿。美女好胆识啊！什么都不懂还敢跟着这样的废物。叶天，我真是该感谢你啊，亲手把这样的美女送到我身边。真是丢人现眼！叶天，你自己窝囊就算了，连自己的女人也要送人，真是笑死个人了。希望过会儿你们还能笑得出来。老板，按我说的买，法国3比0赢巴西，赔率25倍，我买2万块钱。好。老板，我买10万，巴西赢法国，从我账上划。陈少大气呀！叶天，像你这种没本事又自以为是的家伙，活该今天输死。你就等着给陈少跪下磕头道歉吧！你就等着给陈少跪下磕头道歉吧！走吧，宝贝儿，让我们坐这儿看看这傻逼怎么输的。哼！被击射，投球出界了！给球啊，干什么？这是齐达内。上半场的27分钟，投球又进了，又是齐达内。再传，维内特射门，球出界了啊！3比0。这是在伤停补时阶段，法国怎么可能赢巴西啊？老板，陈少，这怎么可能啊！叶天，你太厉害了。陈少，法国赢了，你输了。我赢了50万，10倍就是500，给钱吧。你有什么了不起啊？你不过就是走了狗屎运罢了，难道还想让我向你认输啊？怎么，你想赖账？对，我就是想赖账，你能把我怎么着？这位先生，这是你们的50万现金，拿好。陈少，我想你应该知道这个场子是谁开的吧？他这种规矩，每一个来场里赌球的人都得遵守。好，我记住你了，我拿去。但是你记住了，这笔钱就是暂时放在你这儿，完了老子要连本带利的全都收回来。陈少，是不是还有一个赌约没有履行啊？陈少，是不是还有一个赌约没有履行啊？叶天，陈少把钱都给你了，你还想干什么？你别太得寸进尺了。许莎莎，这里没你说话的份。陈笑，给我跪下认错！就凭你想让我给你跪下道歉啊？除非老子把你狗命取了，在你坟头给你烧纸啊！好，还想着给我下跪这事就算完了，结果你不但不下跪，还敢威胁！7天之内，我会让你付出比跪下惨重1000倍万倍的代价。你们这对奸夫淫妇，重生一世，我不慢慢玩死你们，岂不是太便宜你们了？你想让我陈潇给你付出代价，我劝你最好不要让我后面再见到你，否则的话，我让你知道什么叫得罪老子的下场。走。天，这可是天海市最大的拍卖行，你带我来这儿干什么？当然是用我们买球的钱来这儿再大赚一笔啊！大赚一笔啊！天海惊现天价大漏，今日天海最大的拍卖行里，一尊清朝花瓶里竟藏有价值连城的重宝。团长，我们这不让要饭的信啊！那。团长，我们这不让要饭的信啊！那我是来参加拍卖会的，为什么不让我进？拍卖？就你啊，小子，你也不撒欢就照着你自己啊！看你这穷酸样。我们这是天海最大的拍卖会，
没有100万根本就进不去，知道吗？狗眼看人低，我们来这儿自然是有钱。我不想跟你浪费时间啊，赶紧滚，滚蛋！怎么回事？汤少，您来了。哎，汤少，这俩不知道是哪来的乡巴佬，非要往里面闯啊！哎，让我给拦下来。诗涵，你怎么来这儿？汤子玲，诗涵，好久不见，这位是我男朋友叶天。男朋友？蒋诗涵，你没搞错吧？就他这一脸的穷酸样，该不会是你从大街上随便找了一个演戏的，故意气我吧？小子，我警告你，赶紧给我滚远点，否则后果不是你能承担的。小子，我警告你，赶紧给我滚远点，否则后果不是你能承担的。你给我放开！诗涵是我女，离远一点的人应该是你吧？行，小子，你有种！不过这种地方可不是你这种穷鬼该来的。诗涵，你要是想去拍卖会玩的话，也可以跟我说呀。你喜欢什么，我都给你买。谢谢你的好意，不过我想要的东西，叶天可买不了。就他这种富贵，怕是连门都进不去吧？汤少，您什么身份？跟这个臭要饭的瞎费什么口舌？这样，我就把他赶出去得了。啊，小子，进这儿的门最少需要100万，像你这种穷鬼，不吃不喝，怕是20年都不够吧？啊！我要是能呢？下次去跟人装有钱人之前，能不能先去置办身行动呀？你这从头到脚加起来100万都没有，你说你有100万啊？行，赶紧滚蛋！臭要饭的，别耽误我们汤少时间。不就是100万吗？叫人来验资。还验资？你要是真能拿出来100万，我立马给你跪下道歉。好，这是你说的。好，这是你说的。是，把工作人员给我叫来，待会儿给他验资。好嘞，汤少。臭要饭，等着吧！我叫人去，你今天死定！待会儿验资，你要是拿不出来100万，我就把你4肢打断，看着你爬出去。先生您好，是您要验资吗？请给我您的银行卡。有些人呢，穷逼一个，还非要装有钱人，待会儿就等着腿被打断。汤子玲，你别太过分了。怎么，我说错了？像他这样的穷逼，就需要一个像我这样的有钱人，好好教他一下怎么认清现实。你没事，他马上就要下跪道歉了。我们已经确认过了，您这张银行卡里边金额充足，完全有资格参加这场拍卖会，请您放心消费。什么？他有100万？您这张银行卡里边金额充足，完全有资格参加这场拍卖会，请您放心消费。什么？他有100万？你没搞错吧？像他这样的穷逼能有100万？汤少，我们没有搞错，他卡里的确有100万。拍卖会马上开始了，您几位里边请。汤少刚才说什么来着？我说什么了？我怎么想不起来了？汤子玲，你别耍无赖啊！刚你自己说的，只要叶天能拿出钱，你就在这儿下跪道歉。汤少还真是贵人多忘事。我给你道歉，你配吗？就算你能拿出来100万，又怎么样？只不过刚好是能进这儿的门罢了。小子，我告诉你，今天有我在，里面的东西一件你也别想买到。没必要跟这个人置气。小时候的他，随时都有机会。我们先进去。请问我们现在可以进去了？可以，您二位里边请。这是今天的第一件拍品，明代玉如意，起拍价50万，每次加价不低于20万。小子，既然进来，那就让你看
你这乡巴佬，走，插去！我出50万。既然见了，那就让你看你这个乡巴佬，走，插去！我出50万，70万，70万一次，还有人要加价吗？我出100万，100万一次，100万2次，100万3次，恭喜汤少！小子，看你，少爷我随便买下来就顶你全部身家，你拿什么跟我比？叶天，你说的大赚一笔，该不会是想来这儿捡漏吧？没错。我没听错吧？你要在这儿捡了？怎么了？不可以？你看看在座的各位，哪个不是古玩界大师级的人物？就你一个乡巴佬，你还想捡漏啊？我看你不如干脆回家种田去吧，说不定还能从你家地里挖出来2件宝贝呢。小伙子，你如果是要来捡漏的话，这地方你还真是来错了。这里的物件都是经过拍卖会的专家层层鉴定过的，没得漏钱。我看你赚点钱也不容易，你如果想投资几个物件的话，待一会儿我倒可以给你推荐推荐。谢谢老先生啊，我还是想看看自己的运气。小子，你还真是不识抬举。宋老可是古玩界鼎鼎有名的鉴宝专家，他好言相劝，你还不听劝呀？活该你穷一辈子，活该你穷一辈子。这幅明代仕女图起拍价100万，请各位出价。我出100万，120万，150万，180万。这画确实画的不错，但是顶到天也就值个120万，你要出多了，可小心砸在手里啊！老先生，您放心，我另有打算。叶天，你好不容易有点钱，不能因为跟他置气白白浪费钱啊！没事儿，我有分寸。我出200万。小子，宋老都已经说了，这幅画最多只值个100多万，你还非要跟我谈价，跟我告诉我是吧？汤少不是说过不让我自己买到自己真心喜欢的东西吗？怎么这点钱就出不起了？这位叶先生出价200万，200万一次，还有更高的价格吗？好啊，你还非要跟我比是吧？我出250万，300万，他妈的400万！不愧是汤少，果然财大气粗。跟啊！你不是要跟我比谁钱多啊？怎么不跟啊？我又不是脑子有问题。康少你自己也说过，这幅画最多值100万，傻子才会花400万买回去呢。跟啊！你不是要跟我比谁钱多啊？怎么不跟啊？我又不是脑子有问题。康少你自己也说过，这幅画最多值100万，傻子才会花400万买回去呢。你他妈耍我是吧？那可不敢，我是真心喜欢这东西，可是架不住汤少钱多嘛。小子，你有种！在天海从来没有人敢耍我，你们2个给我等着！400万一次，400万2次，400万3次，成交！恭喜汤先生获得这幅明代仕女图。那天你就是随便这么一喊，他多多的花出了几百万呢，他现在心里可能比吃了苍蝇还难受。哎，你怎么能这么说汤少呢？汤少人家虽然脑子不灵光，可是架不住人家钱多。王八蛋！你们2个敢让我丢脸，给我等着！小伙子，你得罪的可是汤子霖，汤家大少爷，他可是出了名的睚眦必报，得罪他可是不划算啊！没事，老先生，我就算不是故意要耍他，我跟他还有一笔账算呢。上一世你汤子霖凭着汤家不断骚扰诗涵，逼诗涵嫁给你，诗涵不答应你就害得诗涵家破人亡。这一世有我在，绝不会让你这个畜生伤害诗涵。我要把你和整个汤家
一起狠狠地踩在脚下。接下来这件宝贝是一尊青花瓷瓶，就是这个花瓶，我一定要拿下。就是这个花瓶，我一定要拿下。这件青花瓷瓶呢，是从民间一位神秘藏手那儿收过来的，成色完好，可惜瓶底是后来配的，不是当时原装的瓶底，不然起拍价起码500万。这件换底青花瓷瓶起拍价格100万。一个换底儿的破瓶子还想让人买？今天在场的各位可都是收藏界的大佬，谁会买一个破瓶子呀？我出100万。小伙子，这个青花瓷瓶的品相倒是蛮好的，可是换底可是收藏界的大忌，几乎没有收藏价值，你买回去就是亏了，你可要好好考虑考虑。老先生，我觉得这个花瓶不止这些钱，如果要是能拍下，肯定赚钱。少子，你还想讲究是吧？虽然这玩意儿是个垃圾，但我就不想跟你拍吧，大不了我拿回去当残园呗。我出120万。200万，小伙子，我刚才都给你说了，这东西还不如刚才那个古画呢，你可不敢跟他玩这招，这东西纯粹是个破烂。对呀，于天，你别太上头了。刚刚他只是没反应过来，你别想着再骗他了，不然把你的钱全都亏空了怎么办？真当老子傻呀？还想让我当冤大头？我告诉你，小爷我别的没有，就是钱不够。别说我不给你机会啊！我出280万，300万。汤少，继续跟呢。我出280万，300万。汤少，继续跟呢。我刚才花300万，起码还买了一个看得过去的东西。你花这个价钱买了一个破烂，傻子才继续跟呢。你自己拍回去玩吧。啊，300万，还有人要跟吗？300万第一次，300万第二次，300万第三次，成交！恭喜这位先生成功获得了这件青花瓷瓶。Yes， 终于到手了！恭喜恭喜啊！生把我配破烂，正好齐全了。叶天，你太冲动了，这不自己往坑里跳吗？没事，汤少，我还要感谢你没有继续跟我争这个花瓶。少子，你不是亏钱亏傻了吗？花300万买了一个当残人都不配的破烂，亏死你啊！怎么着？你想干嘛呀？你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？我告诉你，你要是没钱的话，卖血卖肾也得补上。先生，我们这儿的拍品一经出售是不能反悔的。我不是要反悔，我是要快点拿到。先生，这个瓶子现在是您的了。汤子玲，睁大你的狗眼，给我好好看清楚！哎，他该不会是要反悔吧？小子，没坑到我，气疯了，还花了300万，破摔了呗？啊？叶天，你疯了！300万就这么摔没了？谁说摔没了？看，瓶底换了，居然是个日常的问题。小伙子，你手上这块金牌能不能让我看看？宋老，您请看便是。免死金牌，免死金牌就是古代皇帝赐给立下不世之功臣子的那种。没错，你看这上头还有字儿，封狼巨婿冠军侯，这就是汉武帝赐予冠军侯霍去病以他后人的免死金牌呀！什么？这怎么可能？天哪，这得值多少钱？多少钱？谈钱可是对这种宝贝的一种侮辱，它价值连城，无法估量。如果真要谈钱的话，
他至少1个亿以上。不可能，10个亿就让这小子捡到漏了。我出1亿1000万，小伙子卖给我吧。我出1亿3千万，小伙子，我出1亿5千万，能否把这块金牌卖给老夫？我出1亿5千万，能否把这块金牌卖给老夫？我出2个亿，这个价我可出不到啊！宋老，我与您有缘，我愿意1亿5千万把这块金牌卖了，但是我有一个要求，您千万要好好保存，务必不能把它流落到国外。你放心，老夫向你保证，必须把它好好的保藏起来。另外，我还有一个请求，那1亿5千万我需要马上到账，不知道宋老您方不方便？方便，我现在就去银行给你转账。叶天，你简直神了！这才过了多久，你转眼间都成亿万富翁了。诗涵，这只是我的起步资金，你就等着看吧。宋老，我们走吧。好，走。对了，汤大少，我还得谢谢你买了那个根本不值钱的古画，要不然我买这花瓶还真不容易呢。谢谢汤大少了。有些人还在嘲笑别人没眼光，殊不知自己才是最丢人现眼的那个。迟早有一天，我要让你们知道招惹我汤家的后果。叶小姐，你可是深藏不露啊，在我们这些老家伙的眼皮底下捡了这么大一个漏。宋老，您太谦虚了，我只不过是走运罢了。这块金牌以后的价格肯定会更响。宋老，您才是大赢家呀！感谢小友肯割爱，钱我已经打到这张黑卡里，您拿好。宋老，那这金牌请您务必保管好。那我就先走了，以后有用得着我老夫的地方，尽管吩咐。太好了，叶天。哎，对了，诗涵，你认识股票方面的人吗？我想开一个离岸账户。我认识建工银行行长，你想炒股吗？不是，炒股太慢了，我想炒期货。陈少，这里好多人呀，他们也是来炒股赚钱的吗？他们那帮穷逼懂得什么叫炒股呀？只有我这样的 VIP 客户才知道什么叫真正的炒股。你呀，一会儿不用去大厅排队，自然会有人来接待我们的。陈少，你好厉害呀，到哪儿都是 VIP。哎，我可是听你的话，把房子都抵押了，今天就等着你带我炒股赚钱了。我跟你说啊，整个天海的股票圈没有人不知道我天海小股神的名号。今年我在股市已经赚了1000多万了，你呀就跟着我买华江海业这只股票。我告诉你，今年我准备全仓它，你呀就等着跟我吃肉吧。走。叶天，行长稍后就来，我们先在这里等一下吧。哟，叶天，就你这穷酸货，该不会也想随便炒股赚钱吧？你有那个本事吗你？小子，你不会以为买股票跟买球一样，光靠你那该死的运气啊？我告诉你，像你这种人离股票市场远一点，股市不是你这种底层人民能玩得转的。我不是来买股票的，股票挣钱太慢，我还看不上。我说你小子，你是不是穷疯了你啊？我在股票市场玩了这么几年，一个月少说也挣100万。一个打工仔挣一辈子，见过那么多钱吗？你还看不上？不就是炒股挣100万吗？用1个月，就你这水平还好意思出来说呢？就你这水平还好意思出来吹呢？你个垃圾！你玩过股票吗你啊？你知不知道1个月挣100万在股市意味着什么？我是没有，不过我觉得赚100万1天就够了。叶天，你这穷酸货吹牛也不打草稿，一个彩礼钱都出不起的穷逼，也随便炒股赚钱，还想一天赚100万，你有那个本事吗你？像你这种目光短浅的女人才会觉得钱多。陈少要是不信，今天我们可以来比上一把。陈少，他一个都没炒过股的穷逼，
绝对不是您的对手。你今天呀就出手，让他知道他这种底层穷逼和你的差距。小子，你没炒过股还敢跟我比啊？今天就让我好好跟你上一课。既然我们要比，那当然要添点彩头了。这样吧，我们每个人选一只股票，谁的涨幅大，就算谁赢。输的人给赢的人1000万，你敢不敢？这有什么不敢的？不过1000万太少，我再加1000万，2000万。陈少根本2000万？你这穷逼，你有那么多钱吗？2000万而已，当然。哎呦，你这什么破卡呀，长那么丑！你该不会觉得随便拿一张卡出来，自己就2000万吧？至尊黑卡，这不是现金存款超过1个亿才能有的卡吗？什么？1个亿？叶天，你是穷逼，哪来那么多钱？和你有什么关系？我为什么要告诉你？陈少，可以开始了吗？既然你想送钱给我，我当然欢迎。来吧，开始吧。别急，为了防止你呀，待会儿输了赖账，我们呀还是先把这个对赌协议给签了，再开始也不急嘛。叶天，你从来都没有炒过股，陈家我还是听说过的，他们就是靠炒股起的家，你有没有把握？放心，炒股而已，我有把握。有胆识啊！敢跟我天海小赌神作对赌，这2000万我吃定了。别废话了，陈少，开始吧。这小子哪来的？这个臭车牛犊不怕虎，敢跟陈少比股票？陈少可是玩股票发家的。当初我求了陈少在玩股票，他都看不上我，敢跟陈少比？谁说不是呢？陈少这个月呀，可是在股市里面赚了100多，全国都没有几个比陈少还厉害的人呢。陈少，你可真厉害！这几天跟你买，肯定能赚大钱。我厉不厉害？昨天晚上不就知道了？今天呀，跟着我买华江海盐，你准挣钱。听见没？华江海盐，快我们也买。华江海业，陈笑，今天你要是买这只股票，必输无疑。我必输啊！那我倒想听听叶大股神选哪只股跟我比啊？上一世的今天，我记得绿波科技是先跌到接近停盘，后瞬间涨停，就选这只股票。绿波科技，绿波科技就是那个已经业务跌到谷底，都快被强制退市的绿波科技呀！你选它，怕不是要笑死我呀你？这小子一看都没有炒过股，这种垃圾股也敢买，怎么跟陈少啥这只股票相比？这种股票都敢买，强制退市，可就血本无归了呀！是啊。叶天，这看起来不太行啊，要不你还是换一只股吧，这种股票怎么可能涨呢？诗涵，相信我，你要是手里还有钱，今天就听我的，买绿波科技。你这小子，现在确认你是真的疯了啊！不光坑自己的钱，连自己的女人都坑。哎，美女，你赶紧照他说的去买，你亏光了钱，我好包养你呀！我们买什么跟你有什么关系？叶天，我听你的，我这里还有20万的私房钱，我就跟你买绿波科技。好了，账户已经准备好了。涨！陈少的华江海盐涨了。陈少不愧是陈家少爷，这炒股本事比他父亲厉害多了。就这一会儿功夫，都涨了5个点了。看见了没，小子？这他妈就叫实力！你们看，这小子选的绿波科技，这会儿功夫都跌了3个点了。我估计过一会儿呀，估计要强制退市了吧？叶天，你选的这只股票到底行不行啊？要不趁着没买入之前，你先换一只。放心，就是现在。全仓！都这种时候了，还买这种垃圾股，你可真是不知死活。我说你小子现在是破罐子破摔了，不如你现在就认输好不好？让你身边的那个美女陪我几个晚上，这样我倒找几万块让你去花花。
时间还没到，你嚣张什么？你有这功夫，还不如想想一会儿输给我这么多钱，你老爸怎么收拾你？还嘴硬是吧？不见黄河不死心。好，我就看看你这个币能装到什么时候。跌了，华江海业跌了！这不可能，华江海业怎么可能会跌的？怎么跌得这么快？这一会儿功夫，刚才赚的全赔进去了呀！唉，我说过，华江海业今天赢不了。你小子，别他妈太嚣张啊！现在鹿死谁手还不知道，我到现在还没亏钱呢。你选的绿波科技，到退市的时候就会强制退市的。到时候你输的连底裤都穿不起，我看你拿什么赢我？我说它会涨，它就一定能涨。涨了！我的天，绿波科技涨疯了！这怎么可能？绿波科技明明是只垃圾股，都他妈要退市了，跌到谷底，怎么可能还会涨的？这华江海业又跌了，一泻千里，止不住了呀！华江海业跌停了！这小子选的绿波科技涨停了，这华江海业反倒跌停了呀！怎么样，陈少？我说过今天你选的股票必输，现在信了吧？陈少，谢谢陈少的2000万了。叶天，就这么一会儿功夫，我那20万都赚2万了，你真是太厉害了。陈少，我可是听你的，把我全部身家都买华江海业了，我的钱可怎么办啊？妈还问我怎么办？老子输了2000万，都他妈因为你这个贱女人！我滚一边去！陈少！叶先生，您的需求我们都已经了解了。您是想投资国际原油期货对吧？那冒昧问一下，您这次打算投入多少？1亿7000万，全仓，并且加20倍杠杆。什么？叶先生，您真打算一下买入这么多，并且加20倍的杠杆？怎么不可以吗？叶天，期货我还是知道一些的，这亏起来就是分分钟的事儿，你别太冲动啊。没事儿，我有把握。马行长能接这单？可以是可以，不过叶先生，您必须要把这1亿7000万的资金全部划入到我们的监管账户，在操作完成之前，不可取出。没问题，我也有一个要求，你们必须严格按照我说的操作账户。叶先生，你有什么问题？今天下午3点全仓买入国际原油，并且加20倍杠杆。明天上午10点20分全部投。叶先生，你这是个什么买法呀？只管着时间，确定不参考一下到时候的价格？你就按照我说的做就好了。好的，叶先生，也请您放心，我们一定会按照您说的严格操作。莎莎回来了，快！坐下，坐下。这位呀，可是天海龙鼎地产副总裁的儿子周文浩，文浩呀，可是龙鼎地产的主管呢。浩哥，你好。不错，我很喜欢。姐，我刚得到消息，叶天那家伙在建工集团花了一大笔钱投资炒原油，他哪来的钱呀？原油的价格在今天下午已经暴跌到谷底，再多的钱都会被强制平仓。我估计这个家伙现在已经亏得要死。浩哥，叶天那个家伙屡次欺负我，你可得为人家出头呀。不过就是个没钱没势的东西，我放个屁都能崩死他。你可真厉害。哎呀，你们家这套房子呀，太小了，明天去龙鼎天成给你换一套。龙鼎天成，那可是天海最顶级的楼盘呢，这最便宜的一套也得300多万呢。姐夫，你看能不能也送我一套呀？不过就是点小钱而已，没问题。这周公子呀，可真是人中龙凤。今天晚上要把周公子陪好了。这龙鼎天成就是天海最高档的楼盘了。如今我也有钱了，也该考虑我和诗涵的事儿了。
没房没车，肯定是不合适的。叶天，你这个废物怎么在这儿？徐莎莎，才1天没见，又换了哪儿？周少可是龙鼎天成的主管，他爸更是龙鼎天成的副总裁。他今天带我来这儿啊，可是来买别墅的。你这种废物垃圾，也配跟周少比？莎莎，这就是你说的那个彩礼都出不起的前男友。小子，这种地方不是你这个穷逼能待得起，这儿的房子你也买不起，赶紧给我滚出去！怎么，龙鼎天成到底有多贵？我怎么就买不起？叶天，你个穷孙货，你知道这房价多少钱吗？这最基本的一个平层都要400多万，你真要是买得起，我跪下给你舔鞋。才400万，太便宜了。我今天来这儿是来买别墅的。你这个废物呀，就别在这做白日梦，还买别墅，你可真是丢死人了。还好呀，我们家莎莎呀没有嫁给你，否则呀，我们家莎莎这辈子呀也想注定着龙鼎天成来。你这穷酸垃圾，不过是昨天走狗屎运赚了点钱，就去赶炒原油，结果今天输的底裤都不剩，还说什么要来买别墅，真是笑死个人了。行了，赶紧滚吧，看见你就心烦。你再不走，我让我姐夫叫人把你丢出去。周总好。你们都在这儿吵什么呢？爸，你来了。这个废物东西在这闹事，怎么赶都赶不走。我这边没叫保安。周总，这个废物非说什么要来您这儿买别墅，你可千万别信，他1分钱都没有。你要在我这里买别墅？没错。你们这儿最贵的别墅多少钱？我们龙鼎天成可是天海最高端的地产项目，最贵的别墅自然是龙鼎山顶的1号别墅，天赐龙宫，价值6700万。这天赐龙宫以后10几年可都一直是天海最贵的豪宅，没有10个亿根本别想不到。没想到现在才6700万，现在买下，以后简直是暴利。好，我买了。老马呀，我们多年的交情，我那个贷款你得帮忙催一下。龙鼎集团啊，是拿不到这个贷款，我资金链都断了，你得救救我呀！老文，也不是我不帮你，我们行最近这个资金链也非常紧张。呀，我这边急呀，3年之内再筹不到钱呀，我这资金链可就断了，你得救救我呀！老文，你先等一会儿啊。我这都人命关天了，你搁那忙啥呢？我这。你不知道，昨天我这儿来了一个小伙子，投了1个多亿要买国际原油期货，还加了20倍的杠杆。20倍杠杆，再有钱也不能胡来呀！是啊，那我怎么劝也劝不住。这2天这国际原油期货跌的是一塌糊涂，我估计是要血本无归了。还有，他说是让我今天10点20的时候，不管什么价要全部抛出。哎，你看，眼看到时间了。你这不瞎胡闹呢吗？国际新闻紧急播报：今日上午10点15分，中东第2大油田突发火灾，损失严重，暂停对外原油供给业务。哎呀，我的个天呀！原油价格涨疯了，20倍杠杆，那得赚多少钱呀？最少30个亿。哎，老板，你不要借钱吗？你可以找这个小伙子试试，如果他愿意借给你，你的龙鼎集团不就有救了？好，快带我去找他！我买了。周总，你可别被他骗了，他怎么可能买得起龙鼎山上别墅？您等一下，小莲，这是1号别墅天赐龙宫的介绍，你看一下。不用看了，直接刷卡全款。好的，小谢，合同拿来，再给这位先生一道茶。余额不足。这位先生，这卡里钱不够啊。我给忘了，现在还没到时间，现在是10点10分，再过10分钟10点20，我的钱就打到这个卡里了。周总，你可别听这个垃圾装逼，他的钱都亏完了，这张卡里根本1分钱都没有。
是啊，张总，我们都跟你说了，他们一家子啊，全是臭要饭的，还买得起别墅。看把这种人把他赶出去。才10分钟而已，周总确定要错过我这个大客户？好，那我就再等你10分钟。10点21了，你的钱到账了吗？应该到了，你再试一个。余额不足。周总，我就说这家伙在装逼，您还不相信？不应该呀、要是按我操作的话，我这卡里最少应该有20多亿啊！爸，我都说了，他就是个骗子，吹牛逼还20多亿。你要是能有20亿，老子就是华国首富。垃圾东西，这下看你还怎么装逼！你们等一下，我打个电话问去。混蛋，臭要饭的还敢耍我，耽搁我这么长时间。行了，打你妈电话呢！就在这装逼被我们逮住了，你还给谁打电话？保安，把这个废物的腿打断，给我扔出去！等等，我倒要看看今天谁能来救你这个废物。喂，叶先生，你能听到吗？叶先生，您的35亿资金呀，已经全部到账了。你这个废物演戏演的还挺全的，还找了一堆演员来配合。别废话了，有垃圾给我扔出去！都给我住手！都给我住手！哎呀，叶先生啊，叶先生，你真的是我见过最神的人啊！那35亿7千万的资金啊，都已经打到你的卡上了。辛苦马行长了，应该的，应该的。哦，对，这位呢是温东海，老温，是咱们龙鼎地产的创始人兼董事长，也是我多年的好朋友了。叶先生，你好。董事长，你二位是不是搞错了？他就是吃要饭的，怎么可能那么有钱？闭嘴！叶先生是我们银行最重要的客户，你们他妈一个个都算什么东西？还敢辱骂叶先生？赶紧给我道歉！真不死数，运气好而已。温董是吧？你们公司有这种态度的员工，怪不得你们公司卖不出去。混账东西！你们父子2个现在被我开除了，马上给我滚蛋！另外，我会通知江南所有的房产地产，统统封杀你们！哎，对，叶先生，是我有眼不识泰山，你喜欢这个女人是吧？我把她让给你啊！叶天，我就知道你能赚大钱，我之前都是考验你的。我们结婚吧，我知道你还爱我。这次彩礼我1分都不要，这次我1分彩礼都不要。给我滚开，许先生！我现在看见你就恶心，1万个你也比不上10毫米可以说是。你求求情啊！混账东西，把老子害惨了！叶先生，我已经教训这个女子，你跟董事长去，放过我吧。温董，赶紧赶出去吧，这里好吵啊！保安，还愣着干什么？赶紧把这数字我赶出去！叶兄弟，你求求你们公司呀！你的公司怎么了？叶兄弟，我这龙鼎天成是我花了重金打造的，是按等级分布在龙鼎3上，尤其是这1到10号的顶级别墅，每栋都是别具风格。可惜呀，现在这价钱卖得太高，到现在1栋都没有卖出去，再收不回资金，我的资金链可就断了。嗨，我还以为是什么事儿。这样，1到10栋别墅我全要。怎么了？限购吗？哎，没有，叶兄弟，你真是太好了。哎，不过叶先生，您一次买这么多干嘛？这些别墅可都是远高于市场价，而且也没有什么特殊附件了。马行长，我觉得温董这些别墅都是精品别墅，以后的价格远不止如此，我不会亏的。温董，刷卡吧。好。叶兄弟，你这次帮我度过了危机，我温东海从今以后为你马首是瞻。叶先生，这都已经办妥了，您的执行黑卡一定要保存好。叶兄弟，您这1号顶级别墅名叫天赐龙宫，是我用了全部的心思铸造的顶级别墅，我敢保证，在天海没有比它更好的别墅了。要不是我这次资金紧张，我还真舍不得卖这天赐龙宫呢。对了，叶先生，
您这次一共花费了1亿8千万，现在银行卡里还有将近33个亿，所以叶先生，你看能不能在我们银行存点钱，帮我完成一下这个分组任务？这次多亏了马行长严格按照我的操作执行了，要不然我可能还赚不了这么多钱。不过这钱我还有别的用处，我只能在您这儿存3个亿，您看可以吗？哎呦，够了，谢谢叶先生。啊，对了，马行长，这个合同您先替我保管。没问题。哎，老板，你这是干嘛去？我得去买上几棵发财树，送到我叶天兄弟的天赐龙宫去。这老板真会来事儿。行了，那我也去这龙顶山顶上看看这温董全部心血打造的天赐龙宫的样子。好，一起吧。哎呦，我的叶兄弟呀，忘了拿门禁卡，我得给他送去。姐，这儿环境真不错。一天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过来买房子。姐，这个就是你说的叶天，看起来……哎，堂妹啊，你好歹也是我们蒋家的人，你这看人的眼光也太差了吧！看看这家伙一副穷酸样，还说自己啊是来买龙鼎天成的房子。你知道这一套房子有多贵吗？也没多贵，一般般啊。我刚在山顶上买的。小子，你是在笑死我吗？堂妹啊，这就是你找的男朋友，吹牛呀，都不知道打草稿。真是丢人现眼！龙鼎天成的别墅，我也是勉强才买了最便宜的一个。你居然敢说你买了10套最贵的山顶别墅，真是笑掉大牙了！叶天，你别乱说话。龙顶山上的房子可都是天价，更别说山顶上的10套顶级别墅了，价格贵到离谱，而且没有一定地位，有钱也买不到的。我听说昨晚国际原油暴跌，你的钱都赔进去了吧？没关系，我还有20万的私房钱都给你，我相信你一定会东山再起的，别气馁。看看这副穷酸样，还在我老公面前装逼。我们可不是蒋诗安这种傻子啊，会被你这种家伙骗到。我没有骗人，我真买了。不好意思，来。哎，你们龙鼎天成怎么管理的？怎么这种穷鬼都能混进来？我是看你们这里的房子足够高端，还和老公决定买你们这里的房子，怎么这种穷鬼都能混进来？真是让人觉得恶心！赶紧让他给我滚出去！对不起，蒋小姐，林大少，我这就把他轰出去。去，赶紧滚！这里不是你该来的地方。凭什么他能进，我就不能进？这2位买了我们这里最尊贵的23号别墅，是我们最尊贵的业主，你算什么东西？赶紧走！我也是这里的业主，我刚买了山顶的1号别墅天赐龙宫，凭什么我不能进？1号别墅，你看看你穿的这什么衣服，你还买了1号别墅，你不要笑死我了好不好？赶紧滚！行了，今天啊，日丽娜邀请你们来参观我新买的别墅了，咱们不要为了这种垃圾影响心情。我们进去。哎呀，你是来找茬的吧？说了不让你走了，你为什么还走？你再进，信不信我找人打你？轩轩，你们先进去吧，我留在这儿陪叶天。姐，这种满口胡话的穷鬼，你在这陪他干嘛呀？你跟我一块走吧，让他在这丢人了。诗涵，你先跟你妹妹进去，我一会儿就来找你。温董，我现在在你们小区门口，你们这的保安不相信我是这里的业主，不让我进去，少在这装腔作势。就你还穿的是温总，赶紧给我走，赶紧吧，赶紧。温总，你怎么来了？刚好这边来了一个不长眼的，试图混进咱们龙顶山别墅区，幸好我提高警惕，把他抓住了，正准备把他干。小子，你看什么看？这位才是我们龙鼎地产的董事长温总，赶紧滚蛋！你给我闭嘴！不长眼的东西！温总，您怎么打我呀？他是个骗子！你仔细给我看清楚，这位叶先生刚刚买了龙顶山顶的10套别墅，现在他是天赐龙宫的主人，也是我的恩人。你敢对他不敬？这怎么可能？叶先生，我错了。你这狗眼看人低的东西！
我们公司不需要你这样的人，你被开除了，你赶紧滚！我这就滚，滚！叶先生，实在对不起，这是天赐龙宫的门禁卡，您收好。小事儿，我先进去了。堂姐夫买的这房子可真大，我们家大鹏呀，可是在建工银行当经理，深得马行长的信任，这才能买下龙顶山脚22号别墅。今天呀，就带你们来长长见识，毕竟呀，这可能是你们家唯一一次进龙顶山别墅的机会了。哎，这货怎么进来了？我是山顶1号别墅天赐龙宫的业主，我怎么就不能进？天赐龙宫？你知道那样一套别墅得多少钱吗？光是1年的养护费用都得大几百万，就算是天海市的顶级富豪，也是买得起，养不起。更何况你这种穷屌丝，你要是能买得起呀，我就从这龙顶山上跳下去。哟，蒋诗涵，今天是我们家大鹏呀，给你们机会，让你们有幸参观这龙顶山的别墅。我知道你们家买不起，你心里羡慕的很，可是也没必要找着穷酸货来演戏吧？姐，这就是你找的男人，丢死人了！轩轩是吧？我没有说瞎话。要是你们不信，可以跟我一起去山顶上看看。今天已经够丢人了，你个穷鬼，你还在这装逼！姐，该不会被他骗了吧？轩轩，不许你这么说你姐夫。哎，你别吵了，他买了1号别墅天赐龙宫，那我们正好呀去参观参观。当然可以啊，走吧。哎，对，正好去学习学习。诗涵，走吧。哎，真是丢死人了，还在硬装。这山顶上的顶级别墅却没有门禁，根本进不去。我要是被保安赶出来了，可要丢死人了！哎，这就是天海最顶级的豪宅，这几个保安也看起来像个练家子啊，根本呀不能蒙混过关。这就是天赐龙宫，还真不愧对于天海第一别墅的称号，确实豪华。哎呀，老公，你的22号别墅确实挺豪华的，但是跟这天赐龙宫一比呀，简直是天上地下。是啊，妈的，这哪是别墅啊，这简直就是一座行宫嘛！到底什么样的人才能住这里面呀？叶天，要不咱们还是算了吧，这些保安看起来可不好惹。哎，怎么算了？堂妹，你这个男朋友不是说是天赐龙宫的业主吗？带我们进去不是小事一桩吗？为啥不去了？丽娜，你也不要把人往绝路上逼嘛！臭小子，你要是现在能给我们跪下磕个头，为你刚才的撒谎能道个歉，那我们可以到此为止。要不然一会儿这几位兄弟把你打伤，或者说是打残，你可不要说是我们逼的。你要是不信，我们可以打个赌。我要是进不去，我就给你跪下道歉；我要是进去，你就给我跪下道歉。好啊，这上杆子的磕头我为什么不敢？就你这个废物，你还买得起天赐龙宫这种顶级别墅？你要是真能进去，我就给你磕。诗涵，去看看我买的房子。哎，姐，你别跟他进去，轩轩，叶天他不会骗我的。你还真是个害人精，还要带着我姐，要丢人你们去丢，我不管你了。轩轩，老公，咱们就在这看这两个废物是怎么丢人的。这里是龙顶山1号别墅天赐龙宫，谢绝参观，请你们马上离开。听见了没？谢绝参观！你个废物，你别想假借买别墅的名誉混进去，我劝你还是赶紧跪下磕头吧。井底之蛙，不要用你浅薄的认知来揣测我。这是天赐龙宫的专属业主卡。欢迎回家。这假的吧？这怎么可能？蒋丽娜、林大鹏，你俩还有什么话说吗？你这家伙从哪搞的门禁卡？肯定是假卡，骗得了保安，也进不了别墅的大门，更证明不了你们天赐龙宫。既然你们这么不信，那我就把卡给你们，看看能不能打开这扇门。好，还要硬装是吧？我可不会被你唬，看你能装到什么时候。真打开了！啊，马行长，您怎么在这儿啊？
你是哪一位？来，让一下，叶先生，咱们的发财树啊，都已经放在了风水位子上，剩下这几盆啊，马上也就放在阳台上去了。马行长，您真是太客气，我来帮您。我是建设路支行的经理林大鹏啊，你还记得我吗？哦，有印象，有印象。有印象，有印象。没想到你还记得我。我记住你了，以后好好干。哎，谢谢马行长，我一定。天天，这真是你买的房子？是啊，下面的这套也是我的。你俩现在还有什么话说吗？可以给我跪下道歉了。我呸！还是让我给你跪下道歉？你别以为我看不出来，这房子根本就是马行长，你不过就是马行长雇来搬房子的搬工啊！你装什么装？马行长，这孙子用您的别墅装逼，还说是他自己买的，你快叫人收拾他！臭小子，你还敢在我们马行长跟前冒充业主？还好被我给看出来，我劝你马上跪下给我们马行长道歉，要不然我让外头那几个兄弟弄死你，你信不信？就是呀，马行长，多亏了我们家大鹏，否则呀，你这豪宅啊，都成了这穷酸鬼吹牛的资本了。叶先生，这小子他不是你朋友啊？这小子他不是你朋友啊？我可从来没说过我认识他。我俩刚才打赌，他说如果我是天赐龙宫的业主，他就给我跪下道歉。我这才把他领了过来。就你叫林大鹏是吧？好，我记住你了。你敢得罪我们叶先生？叶先生可是我们建工银行最重要的客户，现在立马跪下给叶先生道歉，不然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。叶天啊，不，叶少，是我不眼看人低，我求你原谅我吧。太晚了，像你这种欺软怕硬，不给你点教训，你是不会长记性。滚出去！把你东西收拾好，给我滚出建工银行！马行长，你听我滚！叶先生，不好意思，我也就先走了。叶天，那房子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这个说来话长了，其实是那个国际原油啊，它最后其实没有那个。诗涵，前面那个大桥我怎么没见过？你傻了？天海大桥你不认识啊？天海大桥，不好，就是上辈子塌了那个大桥。不好，桥要塌了！干什么？一天，诗涵，快下去！都停下！这桥不能过。对不起啊，撞坏了您的车，我们会照价赔偿的。撞我车上先不说，车挪开，我要到村对面赶生意，耽误生意，我秦伯驹聊不了一半。让开！秦破军，秦会长，对不起啊，我男朋友他不懂事儿。叶天，快把车挪开！别跟老子废话，给老子挪车，快！把车让开，过来！猛虎商会会长秦破军，我想起来了，秦会长，这桥马上就塌了，您过去就是死路一条啊！什么？桥塌？天海大桥可是100年大桥，是天海的骄傲。专家都说了，这桥至少还能用100年。看看你小子是不想赔车钱吧？年轻人，简直不知道天高地厚，信口开河。你以为是预言家吗？看来秦会长不相信我。我不但知道天海大桥要塌了，我还知道你的肠胃有问题。我劝你还是好好回去检查一下吧，可别有钱挣没命花。叶天，秦会长可是天海的地上皇帝，你得罪了他，10条命都不够你死的，你赶紧给他道歉。诗涵，我这是为他好。秦会长，您还是好好回去检查一下吧，记得找几个专家好好检查一下肠胃，免得容易发作，容易猝死。放肆！我秦破军这2年安心做生意，你以为我们武商会是吃素的？敢咒我猝死？来人，给小朋友上课。等等，秦会长，不好意思，咱们有事好商量吗？好商量？他是个好样子吗？啊！桥真的塌了，这到底怎么一回事？这怎么可能？秦会长，你现在有点相信我说的话了。你要是相信我说的话，赶紧回去好好检查身体吧。诗涵，我们走。
再不是小兄弟帮拦住，我的命就没了。会长，还去对面吗？去个屁去！打电话告对面，我取消，带我去医院检查一下。是，快！叶天，今天多亏了人家秦先生风情达理，不然光他那辆车的修车费，恐怕就是天文数字。对了，你是怎么知道乔要他了？我会未卜先知啊。懒得理你。不过啊，你真的救了很多人的命呢。你自己先在这里转一下吧，我要去上班了。轩轩，这个点他来这儿干嘛？那可是适合妹。秦会长已经查出来了，几位专家怎么说呀？是一个隐藏不小心的情况。我们邀请了省内最有名气的3位专家交叉会诊，幸亏发现的及时，不然……什么？这小子说准了，他真的是高人啊！秦会长，您是知人自有天知。废话，尽管安排下去。我要找到我的恩人，我有要事相求。快去！秦会长，您放心，您要找的人叫叶天是吧？行，我这就吩咐下去，3天之内一定给您找到他。好。哟，轩轩，你终于肯见我了，来，快坐。轩轩，这最近过得怎么样？王成杰，我们已经分手了，请自重。我知道错了，我不能离开你啊，你原谅我好吗？王成杰，出轨还想让我原谅你？你愿意跟谁睡觉那是你的事儿。你今天找我要是想说这个，那我就先走。蒋轩轩，这不是我洗澡的照片吗？你哪来的？当然是我拍的了。你说这么大尺度的照片，要是泄露出去，你蒋轩轩的名声是不是就臭了？成杰，我求求你了，你把照片删了吧。想让我删照片是吧？这些照片要是流传出去，我就没脸在天海待了。哎呀，那就看你的诚意了。来，把这杯酒喝了，咱们好好聊聊。王成杰，现在可以删照片了吧？可以倒是可以，但我还有一个条件。你说吧，你要多少钱？凑给你。钱？你觉得我像是缺钱的人？轩轩，我们好了这么久了，你都没让我碰你。今天你只要跟我睡，我立马删照片。你别碰我，王成杰，你把我当什么人呢？我的处子之身是绝对不会给你的。蒋轩轩，我劝你还是考虑考虑，我可是秦会长手下的得力干将，你只要跟了我，就不用再干那个辛辛苦苦的小事，我还能包养你。但你提的条件我绝对不可能答应。你要是不删照片，我现在就去报警，大不了跟你鱼死网破。大不了跟你鱼死网破。蒋轩轩，你觉得我会让你今天就这么走吗？王成杰，你对我做什么？你给我下药了！现在反应过来了，晚了。卑鄙无耻！就卑鄙无耻怎么了？啊？你能把我怎么样啊？今天老子就要拍下你一件一件脱下衣服，求着我干你的模样！永远都别想逃出我的手里！受不了了！蒋轩轩，今天老子就要让你体验体验你永远都受不了的人。
你装什么清纯呀？今天老子就要干你！谁来救济都没用，今天就要让你体验体验老子这杆枪的威力！救命！你叫吧，这个 KTV 是老子的地盘，这包间也是定制的，这隔音非常好，你就算叫破了喉咙，也没有人来救你。住手！妈的，哪来的臭手艺？没看见老子这么多人，赶紧给我滚！该死的狗东西！轩轩，没事。叶天，怎么是你？行了，别管是谁了，有我在，谁都不能欺负你。哪儿冒出来的狗东西？赶坏老子好事，不要命了！就是你这个不要命的狗东西，秦轩轩，就你这一脸穷酸样，还学别人英雄救美，我就欺负他怎么了？你也不打听打听，是王成杰的名号。我懂了，你这穷逼是想讹我钱是吧？大爷，我少你了，拿着这钱，赶紧给我滚！老子今天吃药了，别耽误我玩女人，我管你是谁！你现在马上给轩轩跪下磕头道歉，这事就算完了，否则今天死定！我没给你做吧？我死定了！小子，你识相的话，拿着这钱赶紧给我滚，否则老子让你躺着出去！王八蛋，你给老子撒开！你知道我是谁吗？我可是跟着猛虎商会秦会长混的，你敢动我？管你个屁！今天你要是不给轩轩跪下道歉，就是秦破军来了也保不住你！小子，今天我就让你知道老子的厉害！来人！铁哥，怎么了？怎么办？他们可是秦会长的人，我们惹不起。别怕，有我在。看来今天你是不打算道歉了。我看你是不光穷，脑子还有点问题。你是不是还没搞清楚现状？这是老子的地盘，今天我就要让你知道得罪老子的下场。你们两个把他给我按住了，老子要在这儿给他放血。是。不要！住手！住手！秦爷，您怎么来了？叶兄弟，感谢您救我一命。什么？他就是个臭屌丝罢了。你这不宰的狗东西，这是我救命恩人，你敢招惹叶兄弟，你想死是吧？啊！他就是您找的那位叶天。叶哥，啊不，叶爷，我知道错了，我有眼不识泰山，您饶了我啊，饶了我。走进。喂，滚一边去！等会儿小心一点。叶兄弟，您救了我秦破军2次，这大恩大德，我秦破军没齿难忘。秦会长不用客气，正好我也有事想请秦会长帮忙，包在我身上。这样，我派人把姑娘送回去，我做东，请你吃个饭，咱们边吃边聊。这个。对，叶兄弟，实不相瞒，今天请你吃饭，的确有事相求啊。让我猜一下，秦会长肯定是不缺钱。那您现在着急的应该是怎么把全部资产洗白吧？叶兄弟，我这料事有神啊！只要秦会长相信我，我能帮你办好这事儿。那就多谢叶兄弟了。对了，今天有个朋友过来，对你很好奇，说要来见见你。如果你们话不投机，也切勿交恶呀。这么说，是上面的人吗？他叫姚飞，是天海市第一把手的公子。原来是他，有意思。走，兄弟，走。您先坐。哎，刘公子，秦会长，哎，这位就是你说的这是叶天，救了我老秦2次的神人啊！早就听闻姚公子大名，今日一见，果然名不虚传。行了，这种客套话我怎么听了？不用说了，秦会长，我已经找人调查了，这小子狗屁不识，他就是个江湖骗子。
这小子不过就是运气好，阴差阳错的救了你的命。其实啊，他什么都不是。小子，别在我面前装神弄鬼，老子不吃你这套，赶紧滚！姚公子，叶公子说的可不是那样的。咱们先坐下来，边吃边聊，互相了解了解。就他也没认识我。不吃了。本来今天听闻姚公子要来，我是想为姚公子免去一次灾祸。既然姚公子这么不欢迎我，那我就先走了。你敢诅咒我？我不敢诅咒你，我只是陈述事实。有意思，竟然敢跟我对着干，真是不自量力。哎，姚公子，叶公子说的可不是那样的。咱们先坐下来，边吃边聊，互相了解了解嘛。好啊，我倒是要看看今天你怎么让我去栽赃。你要是敢胡言乱语，别怪我让你在天海待不下去。姚公子坐下来听我说嘛。哎，请坐。姚公子昨天是不是刚从法国进了一批顶级红酒？你怎么知道的？上一世这姚飞就是搞来了一批高级红酒，结果全是假酒，喝死了好几个富商，甚至还有省里的公子。我若是救了他，姚家的力量还是能帮我很多的。你这个骗子功课做的挺足啊，还知道提前调查。实话告诉你，我就是做红酒生意，别说是一批红酒，就是100批，我都多的是。姚公子这批红酒一共5000瓶，全都是法国博加伦酒庄出品的顶级红酒，1万块钱一瓶，总价值5000万。这你又是怎么知道的？姚公子，别激动。老秦，你有所不知啊，这批红酒是我刚卸的货，只有我爸和老爷子知道。我准备让这一批酒一鸣惊人，到时候我的身价和资产都会暴增。姚公子这批酒要是真出手了，肯定会一鸣。可惜是骂，因为你这酒是假酒，会喝死人。你胡说八道什么？我这些顶级红酒怎么可能是假酒？好，你说它是假的是吧？你给我说出来个理由。你要是说不出来，别怪我不给秦会长面子。姚公子这批酒到货之后有没有找人验过？这批酒都是顶级酒庄出品的，我跟他们合作过多次，何必去验？姚公子要是舍不得出验酒费，我可以帮你。你现在就去找人验，等结果出来，你就知道我说的是真是假。小子还嘴硬什么？行，小王再去拿3瓶，给我抽样检测一下。这个3瓶没必要吧？别听这骗子胡说。少废话，快去快回。小子，等结果出来了，我看你怎么收场。结果马上就出来了，酒要是没问题，你就惹下大麻烦。我要让你知道哄骗我的下场。说，飞哥，完蛋了，3瓶都是假酒，全是工业酒精勾兑的，有害物质严重超标。那家伙是在耍我们啊！这酒真会喝死人。怎么可能？我这就给法国那边打电话。对不起，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，请查证后再拨。操！叶公子，您是怎么知道的呀？这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姚家都避免了一次灾祸，你说是不是啊，姚公子？叶哥，姚公子，姚公子，这是个叶哥，谢谢你，刚才是我失礼，我向你道歉。要是没有你的话，我家这次就彻底完了，完了呀！这么夸张？老秦，你是不知道啊，这批酒已经宣传出去了，省里的几个公子哥已经提前预定了。要不是因为叶哥，这批酒一旦出去，后果将不堪设想啊！叶哥，你以后你就是我姚家的救命恩人，我姚飞就是你的小弟，只要你吩咐，我姚飞绝不推辞。感谢姚公子看得起我。好，我们边吃边聊。叶兄弟这次来可是带我们挣钱的。好，坐。不知道叶哥这次想带我们怎么赚钱？游戏、互联网、房地产。这3个相差的有点远了，咱们先搞哪个？成年人不做选择题，咱们都要。这几个项目都是未来挣钱的大项目，咱们先从游戏开始。游戏这东西真能赚钱啊？当然堪比印钱啊！就在今年，韩国的一款网游传奇进入国内，迅速占领了全国70%以上的市场，更是让那位陈老板成了全国首富。算下时间，应该就是这几天的事儿了。一定不能放。好，一哥，你说游戏能挣钱，一定能挣，咱们合作愉快。合作愉快。哎，叶哥，这里啊
就是那个韩国那个韩德公司招募传奇代理的现场了。这游戏真的能赚钱吗？你看都没几个人来啊！你放心，走吧。哦。叶天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诗涵，这位是？哦，这位呢是我男朋友叶天。叶天，这个就是我公司的老板。原来诗涵一直在陈老板的公司上班。你好，陈老板。对不起，我没有跟人握手习惯。对不起，我没有跟人握手习惯。让我天哥跟你握手是给你面子，你拽什么呀？我跟他说话有你说话的份吗？你他妈的信不信我？陈老板今天来应该也是为了代理传奇游戏的事儿吧？你怎么知道？我也是为这事来的。小子，说大话也不怕风大闪舌头，撒泡尿照照你的穷酸样，你浑身上下加起来还不如我脚底下的一双鞋子贵呢。你们公司恐怕就你们2个人吧？就这还敢跟我竞争？诗涵，你看你平常都接的一些什么垃圾朋友，就这样会拉低你的身价。今天务必要代理权拿下，等结束后，我给你介绍个有钱男朋友。叶天，他说的话你别太在意啊。陈老板是白手起家，平时心就很傲的，在公司我们都害怕他。今天这个项目我准备了很久，所以今天才跟他一起过来的。诗涵，你要快点，要是误了事，你的奖金别想要。你放心，诗涵，我是不会为了这种人生气。我们进去吧。还真敢过来跟我竞争，真是不知道天高地厚。哎，他还不配跟我竞争，没必要跟他这种人生气。我看你这家伙还能装到什么时候？안녕하세요，我是韩德公司的朴经理。今天的各位都是想代理我公司的传奇游戏的，我们直接开始吧。来，到你了，你的欢迎费呢？欢迎费？这是什么？我不太明白。一点规矩都不懂。朴经理是韩德公司的高管，韩国公司来我们大陆合作都是需要给负责人欢迎费，你连这都不知道，还敢来要代理权？朴经理，别理这个穷狗，这是我孝敬你的欢迎费，100万，你收好。很好，你很懂事，我很喜欢你。你快点交出欢迎费，否则就滚出去。我是不会给你交这个什么狗屁欢迎费的。我们高贵的大韩企业来大陆跟你们合作，就是对你们这群土匪恩你就应该对我们感恩戴德。欢迎费的还想让我给你代理权？你们来我们国家做生意，还得我们巴结，哪有这样的道理？朴经理，别理他，他就是个穷狗，过来装逼的。你如果不给欢迎费，就可以滚了，你没有资格参与竞争。我今天本来也不是来拿代理权的，不过传奇这个游戏，我今天一定能赢下。恶心的华国人，我看你就是来捣乱的，赶紧滚，不然我叫人把你轰出去。你拽什么了？你轰一个试试。叶哥，我们走吧，跟这种垃圾东西没什么可说的。有这种人的公司，能做出来什么好游戏？哪来的野狗？公司是大汉的骄傲，你竟然敢侮辱我们公司！个豹子，嘴巴给我放干净点！你信不信我让你走不出天海？你竟然敢骂我！保安，把这2个人打个断腿，扔出去。是。哎，等等，朴经理，不好意思，我男朋友他年龄小，不懂礼貌，您别跟他一般见识。没想到你们穷大陆还有这么漂亮的美女，你是谁呀？朴经理啊，他是我公司的助理，你要是喜欢的话，我一会儿晚上让他陪陪你。不错。你很懂事，美女，只要你晚上陪我玩一晚上，我就放了你男朋友，并且这个游戏的代理权就交给你们公司了，怎么样？不好意思，我不是你想的那种人。混账！你到底还想不想干了？朴经理看上你是你的福分，少给我装清高。美女就应该陪我们这种高贵的贵族。来，美女，亲一个。臭婊子，你敢打我！哎，给我放手！找死啊你！放开朴经理，你这个废物！得罪了朴经理，咱们代理权都别想要了。哼！我今天本来也不是来拿代理权，我要收购你们公司，让你们都跪下来求我。好嘛呢？你看我们得看家那个西吧。叽里咕噜说啥呢？他说他们公司被大韩政府收购，市值1000亿韩元，
他说叶哥你不自量力，还想收购他们公司。1000亿韩元是多少钱？大概6亿左右，而且他们是海外收购，还要上50%的印花税，不值得啊，叶哥。没事儿，我最不缺的就是钱。马行长，帮我以最快的时间去收购韩国的韩德游戏公司。是，叶先生。不过这是境外收购，可能需要你等一会。好，小子，你还敢装逼？把他给我按住！哎，放手！叶哥，我这就叫人。叫人？你今天叫谁也没有用。我是你们的招商贵客，天海市不会为了你们2个废物他们对我，把他给我安到我的脚下，我要让他把我的鞋舔干净。哎呀，他自己做事，你管他干什么？美女，不要着急嘛，等我收拾完你的男朋友，我就来好好照顾你啊。我劝你最好还是接一下，否则后果你承受不起。笑话，我倒要看看你今天能找谁来收拾我。20把票挣钱，老子让你去华国谈生意，你跑去闯什么祸？老板，发生什么事了？刚才因为华国的神秘富豪直接付了2倍印花税，强行收购我们公司。你不用回来，你敢回来，老子弄死你！你真的收购我们公司了？我向来说到做到。对不起，尊贵的叶先生，求你饶了我这一次。你不是要让我舔鞋吗？我舔您的鞋，求你饶我一命吧。你不是要让我女朋友陪你？对不起，是我混蛋，是我害死，是我混蛋。太晚了，像你这样的垃圾根本就不配待在我的公司，你被开除了。刘飞，你不是想收拾他吗？现在交给你了。狗东西，刚刚不是很嚣张吗？还惹我天哥，我老子弄死你！你们2个还愣着干嘛？活下去，等我！你们要干什么？不要以为有钱就可以为所欲为。你们要干什么？不要以为有钱就可以为所欲为。要是敢动我的话，信不信我开除你女朋友？开除他女朋友啊？你已经忍你很久了。臭助理，你敢打我，我弄死你！陈总，我提醒你一下，姚公子可不是我的助理。你想一下，天海市还有谁姓姚？我管他是谁。等一下，姓姚，天海市一把手是你什么人？他是我爹啊！姚公子，对不起，我有眼不识泰山，我错了，我错了，我错了。你刚刚不是要弄死我？不敢，不敢。以后做人别这么嚣张，滚吧。叶丹，我不是在做梦吧？你什么时候这么厉害了？诗涵，传奇这个项目你很了解吧？我想成立一个游戏公司，你来我公司吧，当老板娘。姐，演唱会马上开始了。啊，好，我们马上过去。那个叶哥，你们去吧，我就不打扰了。轩轩，我们来晚了。姐夫，你也来了。姐夫，你们俩什么时候关系这么好了？姐，你也太不厚道，姐夫这么有能耐，你也不早点跟我说。行了，演唱会马上开始了。姐夫啊，今天是歌星梁龙的小型演唱会，你别看就在这小酒吧，规模也不大，但是没有人脉，根本就进不来。庄少涵？庄少涵？那可是现在的顶流歌星啊，我还是他的忠实粉丝呢。据说今天会有一个重量级的神秘歌星会在最后压轴表演，听说是梁龙请来的顶流歌星庄少涵，所以今天这演唱会才这么火爆的。庄少涵上一世据说就是在一次小型活动中意外遭遇毁容，像庄少涵这样的明星，没有毁容的事儿，那可是妥妥的印钞机啊，不能放过这个机会。我去下洗手间。哎，姐夫，马上开始了，你早去早回啊。庄小姐，打扰一下。庄小姐，打扰一下。你认识我？庄小姐这样的大明星，我怎么可能不认识？没想到我打扮成这样，还是被你认出来了。说吧，你想要签名还是合照呀？我都不要，我想要你。你想干什么？不，庄小姐，你误会了，我的意思是，我想进军娱乐圈，我想让你来我的公司。你说你想要签我，可你知不知道，我光是违约金就高达3个亿，你付得起吗？再说了，我跟英皇关系很好，我为什么要去你一个籍籍无名的公司呀？你想都不要想。钱自然不是问题，可是为什么你要来我的公司？如果我要是你的救命恩人，
你怎么就成我的救命恩人？今天的演出会有一个不是你化妆团队的员工混进，然后他会给你一瓶粉底液，记住千万不要用，否则你会毁。像你这样的大明星，毁容意味着什么？不用我多说了。神经病！你还装起神棍来？我的化妆团队都是顶级专属的团队，根本不可能有人混进。话已至此，听我的话，可以挽救你的明星生涯。我保证，有我在，你的名气会比现在大上10倍。哎，装神弄鬼！刚才那个真是庄胜涵吗？叶天，好巧啊，你也在这儿。我们可真有缘分，要不我们和好吧？许莎莎，我们已经没有关系了。你拽什么呢？信不信我把你们都赶出去？我们来这儿是我们的自由，你凭什么赶我们出去？老娘给你脸，你还拽起来了，我当然能把你赶出去。你有钱在这里也不好使。宝贝，我刚才唱的好听吗？哟，这是谁啊？梁少，这家伙刚才欺负我，我跟他们理论，他们还骂我，你快把他们赶出去！许莎莎，你还真是老样子。你敢得罪我的女人，你们3个都得给我滚出去吧！我们买票进来的，你凭什么赶我们走？就凭我是今天的主演，我就有资格把你们赶出去。你看这个酒吧的人敢不敢不听我的？我可是人气的保证。你的唱歌水平也不怎么样，你这种人都能当明星，你的粉丝真是瞎了眼。少涵姐，马上到你了，咱们开始化妆吧。好。等一下，这个粉底液我怎么从来没见过？少涵姐，这是欧莱雅他们发来的新品，想让您尝试一下。我的化妆团队的人我都认识，我怎么从来没见过你？而且我代言的是雅诗兰，根本就不是欧莱雅。说到底是谁？来人，把他给我抓起来！雅轩，怎么会是你？没错，就是我。当初我们一起出道，并称姐妹，凭什么你现在这么火，而我却无人问津？我今天过来就是弄死你的，可惜了。平时那么马虎的一个人，今天却这么仔细，被你抓住，我认栽。把他带警署吧。还真被那个人给说中了，我得去感谢他。你个王八蛋，你胡说什么呢？竟敢瞧不起梁少！叶天，你别乱说话。说的是事实，觉得他唱歌还没有我唱的好。从来还没人敢这么跟我说话。你会唱歌？有本事你今天上台唱一个。哎，梁少，你是创作型歌手，唱的都是自己写的歌，每首都爆火。这个五音不全的废物，哪敢上台和你比呀？我看呀，10个他都比不上你的脚趾。你要是真的水平比我高，我今天给你认错；你要是不敢，就给莎莎认错，然后你们仨都给我滚出去！唱歌有什么难的？你是原创型歌手是吧？我今天不但要唱，还要唱自己的原创。你还会原创？来，你唱一个我听听。叶天，你别冲动，今天来的都是天海有头有脸的人物，你要是在台上出了丑，会影响你在商业的名声的。你这个废物还敢吹牛？我看呀，你还是现在就乖乖道歉和认错吧。哎，叶天姐，不相信姐夫，那咱们就走着瞧。哎，叶天姐，不相信姐夫，那咱们就走着瞧。起来。这小子是谁呀？也不看今天是什么场合，他也配上台表演？滚下去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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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废物，今天估计丢人要丢大了。唱首什么歌呢？
有了，筷子兄弟。不好意思，借你们的歌一用，回头我成立了娱乐公司，一定花重金捧你俩。我今天唱的这首歌，《那个男孩》。那是我日夜思念、深深爱着的人啊，到底我该如何表达？他会接受我吗？当初的愿望实现了吗？事到如今只好祭奠吗？任岁月风干理想，再也找不回真的我。但望抬头满天的星河，那时候陪伴我的那个，这里的故事你是否还记得？如果有明天，祝福你，亲爱的。这是什么歌啊？这么好听，我怎么从来没听过？该不会是他原创歌吧？这歌也太好听了，尤其那几句歌词太感动了，这肯定会大火。姐夫这歌唱的可真好听，又接地气又有味道，肯定能大火。这小子什么时候学会写歌了？难道他真的无所不能？这不可能！谢谢大家。好，加油！加油！听这掌声，谁好谁坏应该一目了然了吧？哼，梁大明星准备什么时候给我跪下道歉呀？唱得好又怎么了？怎么？难道还想让我给你这个毫无名气的废物道歉吗？不可能！赶紧滚！梁少好歹也算个明星，就这么不讲信？信？你小子算个什么东西？也配跟我讲信？酒吧都是我的地盘，我轰你走，谁敢说个不字？保安！住手！少文姐，你怎么来了？你不是应该在后台准备，马上到你表演了吗？张韶涵，真的是张韶涵！你在这儿干什么呢？这个废物在这儿捣乱，我正要赶他出去了。明明是你跟我姐夫打赌，我姐夫唱歌比你好听，你就不认账，还想赶我们出去？哼，这个废物唱的什么破歌，土了吧唧的，难听死！只有农民才爱听，我赶他出去怎么了？赶紧给我滚！别耽搁少涵姐的时间。赶紧给我滚！别耽搁少涵姐的时间。这，少涵姐，你打我干什么？叶先生是我的贵客，你这样对待我的贵客，看来你的演唱会我没有再待下去的必要了。少涵姐，他怎么能是你的贵客？叶先生的歌曲不知道比你高档多少倍，你不仅侮辱他，还如此不讲信用。今天的演出我不会再圆，并且我以后也不会再跟你有任何合作。少涵姐，对不起，是我有眼不识泰山，您千万不能走。今天请来的大人物可都是冲着您来的，您要是走了，我就死定了。不必多说，我的团队会把今天的事情完完整整发出去。叶先生，求求你饶了我吧。这都是你咎由自取，要怪就怪你旁边这个女的。谢，都是你害了我。叶先生，今天谢谢你。不用客气，庄小姐。看来我之前说的话应验了。那我们之前聊的事儿，你现在可以考虑了。叶先生，如果把今天的歌曲版权卖给我，我会考虑一下的。这首歌已经有主了，不过我答应你，以后会为你量身制作几首歌，保证你一唱就会红遍大江南北。谢谢你，叶先生，我会好好考虑的。不知道叶先生今天方便吗？我想请您吃一顿便饭。今天我还有事，改天吧，改天一定满足你。叶哥，今天的土拍竞争激烈的热门地块就是城南临海区的那块地，听说已经确定了要修建地铁，只不过上面没有正式把文件批下来。叶哥，咱们是不是就买临海区的那块地皮啊？临海区哦，谁买谁后悔啊！啊！我们今天的目标是黄龙湾。
叶兄弟，这黄龙湾是天海最偏僻的地方，这有句话说得好，宁买临海一张床，不买龙湾一套房呀。这黄龙湾鸟不拉屎地方，没前景呀。对呀，正是因为黄龙湾什么都没有，才最适合规划发展。那个叶哥，黄龙湾我也是听说过的，我爹听了都直摇头，而且上面也没有任何规划那里的消息啊。放心吧，明天黄龙湾就会一飞冲天的。这不是靠狗屎运赚钱的废物？怎么，就你那点钱，还敢来炒地呀？这不是靠狗屎运赚钱的废物？怎么，就你那点钱，还敢来炒地呀？方少，我炒什么关你屁事？你还是管好你自己吧。你够嚣张啊！不过就你捡漏赚的那点钱，还敢来炒地皮，你找死啊！哼，走，进去。那个叶哥，那个今天这个场合，我的身份你也是知道的，我就不方便进去了。哎，你跟老钱进去就行了。金会长，我们进去。各位，现在开始拍卖城南的临海区的土地，起拍价1个亿，请出价。1个亿，2个亿，2亿3千万，3亿，4个亿。叶兄弟，这临海区地皮可是香饽饽呀，这汤家看来得势在必得，咱确定不参与一下吗？看来汤家这次对临海区这块地势在必得，我要让他们好好的肉疼一次。汤少出价4亿，4亿1次，4亿2次，4亿100万。废物东西什么意思？故意挑衅我汤家吗？4亿100万。废物东西什么意思？故意挑衅我汤家吗？怎么，汤少，这块地我也挺喜欢的，你出4个亿，我比你多出100万，不可以吗？王八蛋！既然你故意跟我汤家作对，那老子今天就用钱把你砸死！5个亿，5亿100万。这小子实验敢这么出价，这不明摆着羞辱汤少吗？不认识呀，汤家可是天海的大家族，他竟然这样羞辱汤大少，今天可危险了。叶兄弟，你说这临海区的地皮说买是后悔，你怎么跟汤家杠上了？钱会长，你就等着看好戏吧。汤少，我们最多只能拿出5个亿，超过这个价格拿下临海区，未来短期内也很难回本。哎呀，行了，我自有分寸。再怎么说，不能让那个废物骑我头上拉屎。5亿7千万，5亿7100万。他妈的6亿！汤少，汤家这次只能拿出5个亿，这6个亿要动用汤家所有的流动资金。这个项目一旦出了问题，汤家可能面临破产。我不管，6个亿！废物，你还敢跟吗？不要了，不要了！汤家果然是财大气粗了。临海区的这种地顶多值3个亿，汤家直接出了2倍的价格，真有钱啊！八蛋，你故意搞我是吧？像你这种没眼光的废物，也就只能吓唬吓唬人了。从今天起，这最值钱的临海区以后就是我汤家的了。就算多花2倍的钱，又能怎么样？老子以后10倍的赚回来。汤少，你想得很美，可惜这临海区以后是天海市最的一文不值。希望到时候汤少不会被气死。稍微有点眼界格局的人都知道，这临海区是即将腾飞的金龙。你小子眼光是有多差，才会觉得临海区一文不值？小子，听见了吧？这所有人都知道，临海区前途无量啊，而我汤家以后的地位也就随之水涨船高。你这辈子都得被我踩在脚下啊！那我们拭目以待吧。接下来竞拍的土地是黄龙湾，起拍价1000万，请大家出价。这黄龙湾才是真正的鸟不拉屎，
送给我都不要。谁脑子有病才会买这黄龙湾？这黄龙湾都流拍过7、8次了，根本无人问津，还是赶紧跳过流拍吧。1500万，黄龙湾我要了。1500万，我要了。废物，你没钱装什么逼啊？这种流拍了都快10字的垃圾地皮，你也敢买呀？啊？哎，不对，我忘了，这种废物啊，也就只有钱能买这种垃圾了。黄龙湾出价1500万，还有要出价的吗？汤少，这黄龙湾可比临海区值钱多了，才1000多万。我打算跟我竞争一下，故意给我抬价也好。 1500万2次，这种垃圾，白送我都不要，还想坑我？傻子才会上当。1500万3次，成交，恭喜叶先生。汤子玲，你真是不争气，给你机会你也不承认，赚钱的机会你不要，亏钱你倒是1顶1。叶天，我以前没看出来，你还挺会装逼的呀。啊？到了明天，你就知道你有多蠢。对了，你要是敢打诗涵的主，我会让你还有你们汤家一步一步走向绝望。这个时候怎么还在这跟我装逼？等这块地皮赚钱了，老子以后就是汤家的话事人。你这种废物，我他妈一招踩死10个。等那时候，我就让你跪着，好好看我怎么玩你的女人。哎，叶哥，你真的买了黄龙湾，没抢下临海区啊？对啊，不是跟你说了吗？黄龙湾才是真龙，明天就会一飞冲天。临海区啊，一文不值。哎呀，叶哥，我刚听我爸说了，省上已经认定临海区为高新区了，估计明天就会出公告。这下你是真的看走眼了呀！小飞，通告没出，乾坤未定，什么事儿都有可能发生，你就等着看吧。老公子，我相信叶兄弟的判断，明天早上请大家吃早茶。哎，叶兄弟，把弟妹一起带上，我们一起见证黄龙湾的腾飞，怎么样？走。叶兄弟，我们怎么一个人来了？今天下午游戏公司举办传奇发布会，诗涵他先去现场了。哦，叶哥，这马上都10点了，还没有任何黄龙湾的消息，你怎么一点都不着急啊？别急，快到时间了。好，听插播重大新闻：今日临海区开发部门涉嫌重大违规，已被严肃处理，临海区开发项目全面暂停。这黄龙湾现被规划为省级高新区，天海市将全力发展黄龙湾。这都可以啊，叶哥，我真是服了你了。唐少，着急忙慌的干嘛呢？唐少，大事不好了，临海区的开发项目全面暂停了。啊？那黄龙湾呢？黄龙湾也被规划成高新区，天海将大力发展。王八蛋！操！怎么可能？喂，废物东西！临海区你花了2倍的价格，现在一文不值。汤家的流动资金全都被你这个败家子儿亏光了。老子现在就回国，你跪着来机场接我。天，老子弄死你！叶兄弟，你乃神人啊！黄龙湾所有人都不看好，今日起，黄龙湾可就一飞冲天了呀！这才只是开始，以后黄龙湾的项目还靠我们3个一起努力。干！姐夫，不好了，传奇的发布会出事儿了，你快过来吧。什么？姐，不好了！怎么了？媒体和宾客都到齐了，但是咱们的代言人王文文突然来电话，说要毁约。什么？电话给我，我来连线了。对不起，您所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，
请稍后再拨。他现在和他经纪人的电话全都打不通，把我们都给拉黑了。这发布会马上就开始了，我们现在怎么办啊？有没有备选的明星代言人？省内的明星我全都联系过了，都不愿意来，说咱们公司规模太小。姐，王文文来了。王小姐您好，我们都在等您了，您准备一下，我们开始发布会吧。别碰我！开始什么？我这次来就是要告诉你们，合作取消了。你们得罪了汤大少爷，还想请我给你们代言？做梦！江诗涵，现在知道得罪我汤家的后果了。看来你们的新公司呀，连发布会都开不下去，就要黄了啊！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我想干什么？我告诉你，敢得罪我汤家，就别想在天海混下去了。至于想让我放过你们嘛，简单，你让叶天那个废物给我滚过来跪下道歉。至于你嘛，陪我睡一晚，好好伺候我啊。至于你嘛，陪我睡一晚，好好伺候我。我不可能答应你的任何要求。哼，既然不答应，那你们这发布会就别想开下去了。哪怕我公司倒闭，我也不可能答应你的任何条件。给脸不要脸是吧？行，那我就看着你的公司倒闭，以后怎么在天海混？诗涵，发生什么事了？姐夫，发布会马上就要开始了，王小姐却说要毁约，不给我们代言了。对不起啊，叶天，我搞砸了。就你这点名气，还敢当场毁约？哦，原来是汤总在背后搞鬼喽！没错，就是我。你敢得罪我，我让你这发布会谁也进不来。就你们这破公司，什么都没有，也敢跟汤少爷作对？不就是个代言人吗？这有什么难的？庄少涵现在就在天海，把他请过来不就得了？姐夫，庄少涵这样的超级大明星，他怎么愿意给我们这个毫无名气的新公司代言呀？你怕不是个傻子吧？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，就你这穷酸乡巴老样儿，也敢说能请庄少涵来给你们代言？小子，庄少涵连我们汤家的合作都看不上，他凭什么能看上你呀？白日做梦！小子，庄少涵连我们汤家的合作都看不上，怎么可能看上你呢？白日做梦！说曹操，曹操到。庄少涵给我打电话。叶先生，我考虑好了，我愿意加入你的娱乐公司，还请以后多多指教。你放心，绝对不会后悔你今天的选择。对了，你现在在天海是吧？你马上过来一趟，帮我代言一个游戏。好了，现在庄少涵是我的人，他马上就来出席发布会。小子，没看出来啊，你演技还不错呀。庄少涵加入你的公司，你什么时候来的娱乐公司呀？现在是没有，不过很快就会。吹牛也不打草稿。你要知道，像庄少涵这样的巨星，换个公司得付多少违约金嘛？真是神经病。江诗涵，这就是你找的男人。行了，我也没工夫跟你们谈条件，等你们公司倒闭了，自然会乖乖跪到我面前求我原谅你们的。你现在就去省台，跟那些媒体好好解释一下，为什么要取消合作，该怎么做，不用你教你。汤少，自然是他们公司的游戏粗制滥造、虚假宣传，还不合规定，这样的公司活该倒闭。临场毁约你还敢颠倒黑白？你是不想吃这碗饭了是吧？临场毁约你还敢颠倒黑白？你是不想吃这碗饭了是吧？哎呦，我好害怕呀！有本事你就砸了我的饭碗！姐夫，不能让他们瞎说，否则咱们公司真的会倒闭的。没事，相信我。各位媒体，各位来宾，我是王文文。今天我本来要作为代言人出席，
但是由于传奇游戏公司粗制滥造、虚假宣传，且违反有关部门规定，作为一名有良知的艺人，我有义务抵制这款游戏。现在我宣布，我将和传奇游戏公司解除代言合作。大家别听他胡说，我们的传奇游戏符合规定，制作精良，一定是一款特别优秀的游戏。别狡辩了，你们的游戏要是符合规定，我怎么可能做出违约的决定？没错，王文小姐是当代小花，正是名气上升的时候，怎么可能做出有损自己名声的事情？一定是你们公司的游戏有问题。还好王小姐坚持正义，垃圾公司，垃圾游戏，滚出天海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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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家安静一下，我们公司与王文文解约，完全是由于他单方面违约，如今还想污蔑我们公司的产品。我们公司已经请了新的代言人，马上就到，到时候大家就会知道真相了。废东西，到现在还在这装，你觉得大家都是傻子吗？就凭你们一个破公司，那请来什么明星啊？不知道我算不算明星？不知道我算不算明星？庄少涵是庄少涵，他竟然来这里了。什么？真的是庄少涵？这不可能啊！怎么可能？这个废物怎么请来庄少涵的？大家好，我是庄少涵，我今天来是为传奇游戏代言的。姐夫真把庄少涵找来了。王小姐刚不是说这游戏粗制滥造，不符合规定吗？是啊，庄小姐，王小姐刚刚才跟他们解除合约的。我已经亲身体验了这款游戏，我在此保证，这款游戏绝无问题。原来是王文文骗了我们，毫无契约精神，这种人就应该彻底封杀，彻底封杀，就是彻底封杀。不是这样的，大家听我解释。王文文，现在全娱乐圈都知道这件事儿，恐怕你以后再也接不到活动了。不，别这样，求求你放过我！王八蛋！虽然我不知道你们是怎么请来庄少涵的，但就凭你一个破公司，能给得起代言费吗？代言费，这个就够了。哼，一张破纸就想顶代言费啊？叶先生，这首歌实在写得太好了，真的送给我吗？哼，一张破纸就想顶代言费啊？叶先生，这首歌也写得太好了，真的送给我吗？没错，这首歌就是为你量身定制的，以后还有更多好歌给你留着呢。各位媒体，我今天来呢，还有一件事要宣布，我将退出英皇，加入叶先生所创的娱乐公司。姐，我不是在做梦吧？庄少涵要加入姐夫的公司。今天出了这么大的新闻，传奇游戏想不火都难了。你们给我等着！恭喜叶哥，传奇游戏上线1周就已经火遍了全国，1天时间已经占据了国内60%的游戏市场。传奇这款游戏它虽然好，可要是没有那场发布会，还真不会这么快。姐夫，姐姐她不见了，我怎么都联系不上她。我姐她不会出什么事儿了吧？轩轩，你先别急，我来解决。叶哥，怎么了？诗涵不见了啊！叶天，想见你老婆的话，城南废弃工厂只许你一个人，带上黄龙湾的合同过来，我只等你1个小时。汤子玲，你要是敢动诗涵一根汗毛，我要你全家死无葬身之地！汤子玲，诗涵呢？小子，可以啊，还真敢一个人过来。我要的东西呢？东西在这儿，我要先看到诗涵。小子，你再敢往前走一步，我就先放了他的血！到底想干什么？王八蛋，你害得我汤家资金链断裂，差点破产。你说我想怎么办？先给我跪下再说。好，我跪，你不要伤害诗涵。
你不是很狂吗？啊，敢跟我作对，现在还不是跟条狗一样，跪在我面前？操！叶天，想让我放了他，可以。先把黄龙湾的转让合同给我签，我就可以考虑饶他一命啊。先把黄龙湾的转让合同给我签，我就可以考虑饶他一命。叶天，不能签！妈的，给脸不要脸！好，我签，你不要伤害诗涵，一份合同而已。行。有了这个合同，我汤家就能起死回生，我又能继续当汤家的少爷了。现在东西你也拿到了，可以放了诗涵了吧？哎，我只说了考虑考虑，我可没说过一定要放了他呀。大少，你果然够卑鄙！没错，我就是卑鄙。现在黄龙湾是我的，你的女人也是我的。今天我就要当着你的面，好好玩玩这个臭婊子！汤子明，找死！给我！妈的，干死他！不要打了！堂长，我求你了，我求你，你放过他吧！滚蛋！老子他妈待会儿再收拾你！滚！老子待会儿再收拾你！叶天，汤子明，你汤家，我一个都不会放过！死到临头了，你还敢嘴硬？你就给我去死！不要！住手！汤子明，你好大的威风！姚公子，您怎么来了？姚公子，这个废物害我汤家损失了6个亿，还处处跟我作对。今天您当作没看见，日后我汤家必有后报。哼，不知死活！叶哥是我姚家的救命恩人，就凭你汤子玲也敢动我叶哥？这个废物是你姚家的救命恩人？汤家偷税漏税，作恶多端。你爹刚刚在机场已经被直接逮捕，你汤子玲竟然敢故意绑架、恶意伤人，更是无法无天。把他拿下！你汤子玲竟然敢故意绑架、恶意伤人，更是无法无天。把他拿下！不要！啊！你们几个还不快滚！叶哥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汤子玲，你说过，你和汤家，我一个都不会放过。叶天，我错了，我求你饶了我吧，我再也不敢了。叶天，多行不义必自毙，这都是你咎由自取，把他带下去。不要！诗涵，你没事吧？你怎么这么鲁莽？你要出了事儿，我怎么办？对不起，诗涵，是我没保护好你。我发誓，这种事不会再发生第2次了。他们刚才那样打你，你没事吧？我们去医院啊。哎，没事，我身体好着呢。你要是不信的话，晚上你可以检查检查。讨厌，那还有人看着。我什么也没看见，什么也没听见。